蒙古希望寻求一个第三邻国，其实是美国。三大火药库的紧绷，结果最大受害者是蒙古啊！第三邻国政策直接流产，东盟关系是史上最好的时候。最近中国跟俄国在讨论建造这个西伯利亚2号，这个协议的前提是中俄蒙三方的一个政治互信。在1920年代以后的蒙古人基本上是把中国人视为敌人。蒙古国的蒙古人，他说这个成吉思汗是我们蒙古人的英雄，怎么会是中国人的英雄呢？在庞大的这个蒙古帝国里面，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是一种泛蒙古主义。因为我们是察哈尔部的，我们是正宗的蒙古人，你们那个外蒙古那是乡下人。那么，在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教合一，去除掉了，推行这个苏维埃化。这些政治人物在竞选的时候都必须标榜反中，那实际上也没办法实施。强化的这个蒙古民族主义，其实对于蒙古利益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因素。所以，其实蒙古人的困境跟台独的困境有点类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兄。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专家讲堂哦。最近呢，有一个国家呢，它准备来联合中俄两大国来举开高峰会啊。蒙古国对于台湾人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呢，当讲到天气的时候，常常有来自蒙古高原的冷气团。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常听到成吉思汗蒙古西征哦，但在今天的台湾呢，似乎跟蒙古是越来越遥远哦。然而蒙古呢，其实在世界上拥有很重要的地位。首先，它的土地非常的巨大，再来它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可是它又闭锁于陆地之间，但又拥有辉煌的历史啊。它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过去跟中国关系呢，这个很密切，但是呢，相爱又相杀。那现代呢，它的文化就受到俄罗斯很大的影响啊。可以说它具有一个非常曲折的现代历史啊。那关于这个蒙古国的故事啊。尤其蒙古呢，事实上它在整个中国的腹背之侧，跟中国好，中国的发展呢，这个会有很大的注意；跟中国不好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相当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的议题哦。那关于这个蒙古跟现代中国之间呢，到底是怎么样？从历史的角度是怎么来看呢？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谁？我们今天来请教吴建安老师，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像这个最近蒙古蛮活跃的在国际政治上因为过去它被锁在内陆，但是这个蒙古国总理说现在正在安排跟中俄两国来进行峰会这个是在1月24号的时候过去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说蒙中关系现在处于最高峰那呢要跟中俄一起来发展，跟中国来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一个非常巨大的邻国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国界线最长的邻国之一了是，问题是好像过去中蒙之间比较淡那在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期间呢，这个我们看到蒙古的总理叫做奥云额尔登他的外交部现在在不同的外交渠道安排俄罗斯和中国的峰会，也就是以蒙古来做东，找俄罗斯跟中国来。似乎之前很少看到这个关于这个说法呢，内蒙古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所的研究员呢李超就说到，他说这个上合多边架构机制其实是有中俄蒙三边峰会的，但如果中俄蒙脱离多边架构机制，三边峰会形式可能会更加灵活，也就是过去其实是架构在大架构下的小架构，而现在他想把这个架构给独立出来上合会呢，蒙古国是观察员，非正式的组织，上合会就是上海经济合作会嘛那从经济层面来看，蒙古国位第一和第二大欧亚大陆桥之间那它本身呢是陆锁国，还是现在发展最新这个陆联国？这个陆锁国、陆联国，大家还记得辽国嘛？就老挝，我们那一集也有提到当它变陆联国，它就变成四通八达之地；陆锁国，它就变成这个没有人理它的地方，也锁在里面另外也提到说，西伯利亚2号这个天然气管线要怎么来走我想这个先讲一段历史。这个蒙古其实是，如果说它是一个作为蒙古汗国、蒙古帝国，就成吉思汗创立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继承者或继承者之一的话那非常有趣的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曾经是沟通全世界第一次全面沟通欧亚大陆海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帝国。这个完全不是陆锁国，也谈不上是陆联国，因为它太大了，它把所有的大陆跟海洋都连接在一起了。
那么蒙古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哈，其实是近代的历史，尤其是民族主义发展以后的一个结果，使得它变成了一个陆锁国。确认一件事，因为这个地图是依照我们现在21世纪初的现代国界来画的啊。那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会看到蒙古国，可是它跟我们台湾概念当中的蒙古是有一些差异的。在台湾人心目当中的蒙古，其实它分成2部分，一个是蒙古国，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而这个内蒙古自治区，我们也许等一下讲到，它在中华民国地图上面是没有的，它是在这个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才有的一个东西。那么它跟内蒙古呢，既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有后来历史发展的一个很大差异。那么对于今天的蒙古国而言哈，它的外交政策、它的经济政策其实都有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它提出了一个叫做第三邻国的概念，北边的邻国俄罗斯，南边的邻国中国是2个邻国。这2个邻国对他来说，既是曾经是机会，曾经俄国还是他的庇护者，但是呢，又变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因为这2个国家呢，一个是中国，它在社会体制上不一样，而且还有某种蒙古情节，因为蒙古曾经跟中国有密切的历史关联。那么俄国呢，跟蒙古也有历史关联，而且现在在这个政治体制上也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蒙古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俄国呢其实是名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威权国家。蒙古希望寻求一个第三邻国，实际上像他心目当中的第三邻国其实是美国。他希望把自己的这个资源能够卖到美国去，透过美国当然就回馈他，对他进行这个某种扶持哈。可是这一点地理上的局限，因为他就只有跟俄国跟中国接了。是，比如说蒙古曾经提出来，他希望把他的这个稀有金属，尤其是中国禁售给美国的稀有金属，在蒙古这里还是有相当的蕴藏量的，卖给美国，但是中国不太可能答应这件事情，实质上已经透过不回答这个方式，等于是回绝了蒙古。我们又看到最近这2年，实质上美国在几个地方陷入了泥淖，俄乌包括在中东，现在还有胡塞武装青年运动的这个都陷入泥淖。所以蒙古现在应该看到，必须要面对第三邻国这件事情很遥远，而2个邻国就是近在眼前，我必须跟他去沟通的事情，包括在政治上面的一个互信解决之后，他内部的很多困境其实可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得到解决，包括他希望去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的一个希望、一个企图。摆在现实眼前，就是蒙古刚好牵在中国跟俄国之间。是。那刚才徐朗提到一个关键哦，这一段是中国的。是。这个有时候国界就是这么的，大概50公里。我有特别查过这一段的关口，中国是没有打开的。是。中国是有一个预备关口在这边，但是其实俄国是没有相对应的啊。是。那就算打开也没有用啊，因为蒙古事实上穿过去要到哈萨克，那哈萨克还是内陆国家啊，所以对蒙古来讲，这个距离海洋实在太遥远了。所以其实蒙古人的困境跟台湾的有一些人觉得的困境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尤其是台独的困境，因为蒙古不喜欢他的邻国，也就是讨厌他现在地缘位置。我们看下这一张图啊，这个是当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省图啦，里面当然蒙古的邻居是内蒙古自治区，可是蒙古就镶嵌在中国跟俄国之间嘛。那这不就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独派系或台派的，大家也很苦恼。那台湾好想独立呀，可是位置怎么那么近呢？是不是可以划走呢？地缘的锁死，但是跟蒙古人的意识形态却呈现一个逆反的状况，这样子造成蒙古人事实上心里面，只要他要想到国际的议题，他就会感到痛苦。已经第三邻国，这个美国是他的首要目标，但是美国太遥远，对他比较近的来说，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他们觉得他们跟韩国有比较密切的这个历史文化关联那么就主要是阿尔泰语系嘛，有阿尔泰语系，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元朝曾经管辖朝鲜半岛的高丽大概高丽变成开始真东行省，后来就变成这个他的这个藩属国高丽，然后呢蒙古尤其是这个元朝他直辖了现在这个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济州岛就是丹罗军民府，在上面养马。这里在上面养马，对，因为那个马它在小范围内才能避免混血这个孤立的范围内。还有一个是日本，他们觉得跟日本也有一些一个是阿尔泰的，还有一个近代历史的关联，就是说日本人曾经跟俄国人之间因为蒙古产生竞争，而他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支持所谓蒙古独立，至少他支持内蒙古的独立他们对他们这个蒙古人在心理上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蒙古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这些第三邻国的这种想象，都离他们非常遥远。尤其是当美国试图去，现在跟这个俄罗斯在对峙，跟中国也在对峙的状况之下，其实蒙古人的这个愿望就更难达成啊。可是我没想到三大火药库的紧绷，2个爆了1个紧绷。那台海现在当然也很紧绷，因为我们选出了赖清德作为下一任总统嘛。是。结果最大受害者是蒙古啊，是蒙古第三邻国政策直接流产。蒙古遇到的最大困境，反而是如果全球动荡不安的时候，它的整个地缘就更加闭锁。是。那当然讲蒙古哦，这个现代的困境其实要从它的这个历史稍微回顾起哦。蒙古最早开始在被史籍比较频繁的记载，其实是在金代的时候啊。这个当金朝崛起的时候呢，自己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金朝都还没有把整个华北地区吃下来，当时还有一个魏齐卡在中间啊，就是它的附庸国嘛。那蒙古诸部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蒙古真正崛起，我们都知道，成吉思汗呢，当时正在灭金嘛，逐步灭，后来把夏灭了，就把整个中国呢，逐步的就吃下来。到了忽必烈的时代的时候呢，这个蒙古帝国就正式的完成建立哦，就把整个中国都给吃下来，就变成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常常会看到的这一张地图哦。像这个蒙古的源头，它当年这么大，没有什么邻国问题啊，一度还跑去打日本呢。那它到底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历史纠葛要怎么来看？关于蒙古帝国或者是元帝国，这个站在不同的立场，它会有个不同的叙述。我们如果说从今天中国史的角度哈，通常认为这个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的一个朝代，由这个元世祖去追溯到成吉思汗，把它视为元太祖，这是把它跟中国历史的序列连接在一起了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论述，就是成吉思汗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蒙古人，尤其是蒙古国的蒙古人的质疑，他说这个成吉思汗是我们蒙古人的英雄，怎么会是中国人的英雄呢？现在的蒙古国就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这个蒙古汗国、蒙古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可是对于这一点，其实中国提出了异议，其中包括中国内蒙古的一部分，我不讲不是全部，是一部分的这个蒙古族的人或者蒙古族学者，他们认为说，我也是蒙古汗国的继承者，也是元朝的继承者，你们外蒙古只是部分继承者，不是全部继承者。而且呢，就内蒙古来说，我们是正宗的蒙古人，因为我们是察哈尔部的，我们是黄金家族。你们那个外蒙古那是乡下人。那我们呢使用这个回鹘文的这个蒙古字母，你们干脆就用这个俄国人使用西里尔蒙古文。那个西里尔蒙古文这个怎么是跟我们的历史就根本就切断了哈？而且有一段时间你们其实是做这个苏联的傀儡的。这一部分内蒙古的蒙古学者甚至于进一步他们去推断这个蒙古跟中国的关系，如果是比较非官方的立场，他们会甚至于会认为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不是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因为在庞大的这个蒙古帝国里面，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啊。而且蒙古是不是在这1368年灭亡了？没有灭亡啊，他们继续往北迁，还是继续维护汉庭，由这个元顺帝在这边啊，那边的这个所谓北元还继续存在。那么从北元的角度，你这个明朝只是它的地方的一部分哦。而且还有蒙古人有这样认为，其实是半真半假。他们认为这个明成祖啊，其实是元顺帝的儿子啊，因为这个元顺帝的后宫的里面的供妃有被朱元璋收过去了啊，但收过去就可能已经怀孕了，所以这个明成祖的血统很可能就是延续了这个蒙古血缘，所以这个从血缘上，我这个蒙古帝国用另外一种方式还生存下来了。后金时代，我这个传国玉玺由这个努尔哈赤拿过去了，这个它也变成了我的地方了，所以我的这个蒙古的汗统啊，蒙古的汗氏一直都没有灭绝，明清都只是蒙古的一部分而已，这是一种大蒙古主义，这种跟这个现在的蒙古国所主张的蒙古民族国家的这种见解啊是不同，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说内蒙古也有一部分蒙古族的人或蒙古族的学者，他们比较赞同外蒙古的这种蒙古民族的主张啊，这样子就跟所谓中华民族论述是对立的。那这样一种对立的情节，其实我们回到这个近代蒙古国的历史上面哈，那就界定了它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中国独立的这个时候，它背后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动机的哈。
这个动机源自于说，他们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其实对于清朝的统治有相当程度的不满。他们觉得清朝的统治呢是把他们的光荣历史纳入清朝的一种管制体系下面去了哈，那使得他们这个比较多的丧失了自主性，不得不服从整个清朝的一个战略需求。并且在这个1905年开始清朝实行新政之后，他是打算要把内外蒙古都行省化的。行省化的话，我就原来属于宗教的贵族，原来属于王公贵族的这些特权都会被消失，因为我要建立新的行政机构，我要建立这个现代军队，这样都是这个他们的传统利益会丧失。这个蒙古革命，我们知道1911年的10月10日，就汉人区域也爆发了这个汉民族主义的革命，说我要脱离清朝而独立。那么蒙古呢，就在同一年的12月16日宣布，我也一样跟你们一起脱离清朝独立，但是我要建立的呢就是大蒙古帝国。他用了清朝皇帝的封号哈，就清朝也没有了，我们就也独立了哈。我们现在通常历史会说他是俄国人鼓动的，其实呢，他跟俄国人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俄国人不完全乐见蒙古独立，因为他们在当时跟蒙古的这种利益上面签订一系列条约，都是跟大清签的。这些条约一旦蒙古独立以后，可能废除，需要重签，这个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不确定，所以他们并不那么支持外蒙古独立。可是外蒙古独立之后，俄国还是。当然，就他的影响力强化了。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之后，他没有办法管到远东了。那么这使得外蒙古的这个王公觉得他们被俄国人控制的时候也不舒服，他们于是在1919年宣布说我要回归中国。回归中国，果然，那么北洋就派徐树铮去接收。没想到这个徐树铮将军呢，他是比较蛮悍的，他居然这个要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要向他鞠躬。并接受这个中国主权的象征，他这个基本上是完全不顾清朝跟蒙古关系里面的那些基本的不能说的礼节，就是说他在形式上哈，其实跟清朝的皇帝是处在一种半平等状态上，外蒙古就很后悔，所以就重新的引进俄国势力，然后把徐树铮驱逐了，所以等于说他就取得了这个第二次实质独立，所以中间有短暂的。中断统治时期，短暂的中断。那么俄国人的这个统治很快的，就是说，透过白俄军人的到来，后来苏联的红军在追逐白俄军人，才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外蒙古。那么，并且在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所谓世界上第2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建立之后，他就开始在他的境内推行这个苏维埃化。苏维埃化包括这个我想实质的这种政治面以及这种历史意识的重塑这一面把这个蒙古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政教合一去除掉了，大概有7万左右的贵族跟喇嘛被杀掉。那这是比较严重的估计，比最保守的估计，苏联官方的统计也有接近4万人。哇，还是很夸张哎！对啊，也因为他70万人口死4万，对，也就是至少1/10的人死掉了，比较严重可能1/10的人死掉了。蒙古推行的一种苏维埃式话语的教育那么影响非常大。这个教育就是说，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就是说，清朝对于蒙古的统治是一个压迫蒙古民族跟蒙古人民的反动封建统治，而且还派了山西商人来进一步的这个盘剥蒙古人。所以这个山西商人这件事情，其实在1911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蒙古人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每一个人从普通的平民到贵族到这个高级的僧侣都欠了山西商人的钱，欠了以后他们希望这个独立之后可以赖账全部都不还。这个在1920年代以后的蒙古人基本上是把中国人视为敌人。好吧，那对于蒙古人，当然他内心还是有雄心壮志的。是，这个是所谓的泛蒙古主义那我们都知道，红线框起来这个地方呢，是以前呢元朝，这是以前蒙古帝国的一个这个国界线。那现在的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有蒙古族的地方是泛蒙古主义，或者有人说叫大蒙古主义对蒙古人来讲，在今天的国际地缘上，他是怎么样去思考的？那对内蒙古的蒙古人来讲，或者叫做中国的蒙古族来讲，又是怎么样去思考呢？我想这个泛蒙古主义曾经在这个就是1911年以后的蒙古的一些知识界的人士里面，他
它曾经流行，他们也曾经借着这个苏维埃革命这样一个势头，想是透过所谓的这个左派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方式去联合蒙古人，因为这个列宁他诉求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啊，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在1920年代的中后期就已经受到当时已经稳固下来的苏维埃的这个政权的排斥啊，因为他们害怕，就是说蒙古民族主义实是会成为新兴的苏联内部一个动荡的因素，所以他们鼓励说这些蒙古的区域，它都各自建立各自的社会主义观。西边的卡尔梅克，这是列宁的祖母的来源啊，东边这个有布里亚特，这个布里亚特呢是俄国化也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内蒙古哈。他的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一直想加入外蒙古，外蒙古也想把内蒙古拿下。比如他1913年，他就曾经打到中国来，他想把内蒙古拿过去。这个北洋的抵抗下面，他没有成功。但是后来想用革命的方式达成这一点，当然这他受到几个方面的一个制约。首先是日本人不愿意，日本人不希望这个俄国的势力范围把这个日本人想象当中的他把内蒙古当作自己势力范围，日本人不乐见。但日本人希望他有脱离中国，所以这个而内蒙古的蒙古人觉得说，他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是加入跟外蒙古合并。那么这种合并呢，到了这个我想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哈，内蒙古的这些左翼的民族主义人士就跑到莫斯科以及乌兰巴托去找他们说，我们希望哈跟这个外蒙古合并。那么这一点受到史达林的拒绝，史达林说。你们这个史达林其实是同样还是那个原因，他忌惮这个蒙古民族主义的扩大。他说你们应该还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啊，不要合并了。那么至于毛泽东、刘少奇曾经跟他们提出说，外蒙古可不可以回归？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社会主义兄弟了哈，就回归了没有问题。史达林说不行，如果你这个外蒙古拿回去的话哈，你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那你让中国就会损失很多啊。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合并，所以史达林建议说你内蒙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外蒙古保持独立，其实是我苏联的势力范围啊。他真实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内蒙古的这些左派的革命者很失望，他们后来就用所谓内蒙古自治区的方式，这是跟新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达成了妥协。我们看他就把原来中华民国的那几个省，北边就是新安、辽北。热河、察哈尔、绥远跟宁夏啊，宁夏是其中一部分。这边的话是今天宁夏维族自治区，对，然后这上面这几个省，对辽北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个变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就中华民国的那几个省就消失了哈。透过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呢，达成了这个所谓内蒙古的蒙古人统一自治的一个愿望，但是这个自治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脱离中国主权啊。那同时它跟外蒙古是形成两个国家的一个状态，也就固定了。可是呢，这个泛蒙古主义它一直都没有消失，因为在蒙古的知识分子以及内蒙古的知识分子里面，都一直保存着说我要复兴这个蒙古的荣光啊。这个荣光跟我刚刚讲的所谓这个北元史观是冲突的。这个荣光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蒙古现在的蒙古或者蒙古族这两个加起来，当作是成吉思汗这个蒙古民族的继承者。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论述，跟成吉思汗时代、忽必烈时代的这种没有民族的论述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个在内蒙古今天呢，还是有所谓的独立运动，叫做南蒙古运动，他们的总部在日本。21世纪以后哈，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政治发生了一些冲突啊。以前我想内蒙古它相对于新疆跟西藏而言，它是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的情节没那么强烈的地方啊。可是21世纪之后，它变得比较强烈。这个中共跟苏共变成它的蜜月期的时候，跟蒙古的关系啊，都还不是那么密切的，因为这种情节对于蒙古人来说，他说他们吃中国人的亏很大，他们对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歧视，他们也希望说中国人可以移民。毛泽东当时是打算送一些汉人过去，他限制必须是内蒙古的蒙古人，你汉人去他不要的。到了1990年代，
这个苏联发生巨变之后，蒙古很快的也发生。我想这是苏联基本上是放弃统治了，所以他自己也裂解了啊。蒙古也很快的就发生革命。发生革命之后呢，他也开始追溯蒙古跟苏联交往的这一段历史。他们认为他们也是被苏联。他也是苏联这个统治的受害者，他们也丧失了国家主权，丧失了经济主权，也丧失了蒙古人民的利益。这样子，在他的心目当中，中国是他的敌国，俄罗斯也是他的敌国，但他才提出所谓的第三邻国的一个设想。可是现实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事情，就是他就是这两个，他不喜欢这个国家的邻国。当然啊，就是被现实捶打的蒙古人，总得找一点出路吧。好，那我们就看到去年的10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蒙古的总统这个呼日勒苏赫来见习近平看一下这个报道吧。好，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在当时是因为“一带一路”的高峰会，就我们前面有讲到那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当然这个蒙古虽然很早就支持“一带一路”的倡议，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吧。那不过呢，最近10年其实中蒙双方在很多的发展上面是有拉近的状况了，投资贸易、互联互通、民生工程，互相要遵从独立这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呢，要来展开所谓的中蒙俄3方合作。其实这就在呼应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蒙古想要来办这个中俄峰会这一块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蒙古现在是有总统跟总理，他们是真正民主国家嘛，真的去选出来。他的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半总统制也就是说比较接近法国，其实跟台湾目前就是说这个有法律规定的这样一种政治分工的现象也比较接近。它跟整个原来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些继承国差不多，就它这个实行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但是在现实当中，他的这个政治势力多多少少都还要追溯到原来这个共产时期的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它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大家都是从不同的线索当中继承了那个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遗产跟政治传统，跟现在俄罗斯我们看他们虽然并不叫做这个俄罗斯共产党，但是他们都跟原来的苏联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政治人物在竞选的时候都必须标榜反中，假如他不标榜反中的话，他很难动员起这个普通的就是选民的这种危机感跟情感。但是当这些政治人物当选之后，他们又跟自己竞选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实质上是依赖中国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所谓反中的这些话语就暂时就收敛一点那实质上也没办法实施。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个中国企业赶走了，你想去依赖所谓第三邻国的那个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现在的中蒙关系随着第三邻国政策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状况之下，看起来中蒙关系似乎在很多地方的合作，比如说天然气的合作，最近中国跟俄国在讨论建造这个西伯利亚2号，这是1号已经完成了，是2号要来新建，而且2号的输气量是500万立方米以上据说现在有个说法就是中蒙关系是史上最好的时候。如果我们考察这个蒙古独立以来的历史，应该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因为这个蒙古独立本身它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有潜在敌意，而那个敌意可能比现在还大，尤其是当他们阅读他们由蒙古科学院所写的蒙古史的时候，大家面对中国人当然都是义愤填膺了可是现在呢，现实所迫，必须要去依赖中国，而且这种依赖会深入到他生活的很多层面。就现在而言，他跟中国之间没有边界的纠纷，也没有其他，不像以前他是作为苏联的更早是作为这个俄国的一个棋子，跟中国之间这种对峙关系，也没有了。那么，并且他想去做美国的一种牵制中俄的这个棋子，现实当中也没法做成，所以现实当中可以说他们没有那么热络，但是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了。是。那这个西伯利亚2号的开发，会是串成中俄蒙之间的一条非常地缘政治的一个布局吗？是。我想这个管线其实这个中国跟俄国他们是有不同见解的因为俄国是力推它有西伯利亚2号，可是中国希望是去加大这个西伯利亚1号的这个输气能力，就不要用西伯利亚2号。用西伯利亚2号，他们就增加了一个变数，它必须这个非常一段时间跨越蒙古境内。那这个蒙古本身
中国对它是有疑虑的。但是从俄国的角度来说，他希望把蒙古拉进来，其实成为一个万一中俄关系出现问题，他去调节这种关系的一个关键啊，并且呢，这个俄国内部还有一种焦虑，这是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直都有的，他们很害怕俄国呢对中国的依赖加深。啊，尤其是俄国很可能在他们的精英分子的心目当中啊，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跟班啊，所以这个俄国人觉得哈，如果是这个把蒙古拉进这个里面哈，西伯利亚1号这个西伯利亚2号这个计划里面的话，对中国可能是一种牵制。今天这个蒙古想要去推动中俄蒙三方的会谈，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要去要说服中国。我蒙古对你没有恶意啊，你这个利益也可以分给我，包括中间的可能有维修啊等等啊，然后我在政治上也对你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吧，哈。那么俄国拉进来，我们其实关系可以更密切。其实这里面俄国跟蒙古暗中的盘算，他们当然并不想当面告诉北京啊，那只是这个看北京愿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去做点妥协。这个套一句我们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说变成中国的形状啊。是。所以对于俄国、蒙古跟中国，其实是有很深的历史的情节。就是当年蒙古牺牲之后，统治了俄国，达到200年之久。是。所以俄国以前是蒙古的形状。可是现在的蒙古是俄国的形状，而当年呢，中国是被蒙古给统治的，可是一度呢，蒙古也变成中国的形状，所以这3个国家之间这个历史也太纠葛了吧？那这一条线不就是彼此之间有所谓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纠葛，历史的纠葛，也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对中国来讲，当然越简化越好，从这边穿越就好啦，干嘛要从这边穿越？我想，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啊，现在的这个西伯利亚1号，它是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原来的石油工业啊，它是集中在东北，是啊，那么到东北之后，我可以直接利用这些天然气，然后去进行加工，我能源的利用等都是有效率。我如果是用中间这是要穿越蒙古国到达内蒙古，内蒙古的工业它其实不如东北哈，那么但是还可以用。如果是从第3条，也是从新疆那个位置进来的话，目前新疆本身它就有内部的石油跟天然气向外输送成本比较高的问题，所以你如果从第3条进来，这个就等于这个成本降不下来。我们知道新疆中间它有一个塔里木盆地，它中间有石油，塔中油田啊。那么塔中油田的为什么它没有很大规模的开发？主要是这里的这个开发成本太高，运输成本也非常高，因为它那个盆地要往外运都要往高打。这样子，所以从那里运来，从这个西线如果运进来的话，这个成本其实已经过高了哈。它我想比海运啊，比那个其他运输都高很多，所以这是属里面最不现实的一条线。因为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亚穆尔是非常重要的天然气、石油生产地是这一条就是呢，俄国跟德国之间那个被炸掉的北溪天然气管啊。那另外还有就是交通的问题啊，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啊。那对蒙古来讲，要往外扩张，没有第3邻国，那只个2大邻国来往外走。目前蒙古的铁路似乎很有限哦。那对蒙古来讲，这个发展要跟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跟俄国之间它要怎么来处理？现在这个蒙古首先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目前主要这个铁路就是从这个乌兰乌德到阿林浩特的这个铁路哈，这个铁路采用的是原来苏联的俄罗斯的这个轨距是宽轨哈，那跟从阿林浩特开始这个标准轨是不一样的，这个所以每次哈去这个运输要换轨，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么并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说。从这个贝加尔湖到阿林浩特这个铁路，它并没有经过蒙古的这个矿产集中地，矿产集中地要更偏西一点。在这边蒙古国跟中国这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修一条铁路通向它的矿区，就是在现在目前这个条路的西边，并且采用中国的这个标准轨距啊，这个国际的标准轨距1435公里，这个轨距这样就可以把蒙古的矿产运到中国来，这样子它出口的成本也会降低很多。如果说它作为一个陆锁国，想要变成陆联国，就是铁路运输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新建跟改善，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蒙古最大问题就是我没办法出海，辽国的邻国毕竟很多啊。蒙古的问题是，
他要做入联国，效果也不彰啊。因为除非是中国一定要穿过蒙古往欧洲方向去走，否则的话，其实中国有很长很长跟俄罗斯的边界，而且只是要跨过河而已，并不困难。那么我们想这个从中国跟蒙古的角度考虑就不一样了哈。假如说中国如果说他要沿着这个欧亚路桥向西出口的话，它不需要经过蒙古。可是对于蒙古而言，它必须经过中国。那么必须经过中国，目前它双方是有一些贸易协议的，包括可以出口的产品的数量，就是出口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韩国、日本，也甚至于有一些东西是到东南亚国家，到日本，少量到欧洲，这都是有的哈。这个贸易协议里面，这个内容是不是包含了这个中国禁运到美国的这些矿产？如果说我中国不卖，你去卖了，就等于说是危害中国利益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不能让你做。这一点蒙古是实际上是受到制约的。所以我想蒙古它很急于去促成这个峰会，里面大概就是包含一些这些条件，就是说我能不能在某种条件下把我想卖的东西卖到第三国去，但是我需要经过你中国的这个铁路系统运到港口。这个协议的前提是中俄蒙三方的一个政治互信。这件事情我们看就是从那个天然气的管线里面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俄国想要去协助蒙古，当然也帮助他们自己去推动的一件事，也是蒙古本身希望他去这个消除中国疑虑达成的一个目标。对于中俄来讲，把彼此之间拉在一起来对于中国这个所谓的战略的布局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加了一个保险的杠杆。对，他们有个默契，就是说他们其实暗中呢也想多少给中国一点车走。中俄现在靠得非常的近，那照普丁的说法啊，这个俄乌战争要打5年，那看来这5年内啊，基本上中俄就分不开嘛哈，只要俄乌战争一天打下去，这个中俄之间关系就密不可分。那这对蒙古来讲不就变夹心饼干了？那现在中俄的关系对蒙古来讲，不就形成一种发展上的压力，或者地缘上一种压力，或者是说蒙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那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想这个蒙古人曾经期待他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不完全站到俄国这一边来讨好美国，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跟他预期不一样，就是俄乌战争的结果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子啊，那么俄国没有那么快的垮掉，同时呢，这个他也跟另外一些亲俄的人的，就是说比如说印度这个期待不一样，就是说俄国也没有那么快的把乌克兰打败。我想这个蒙古人是感到有点失望啊，他所以要被迫采取现实的一个态度。对中国人来说，我想他们是高兴的。俄国不会失败，但是他又不会那么快取胜。这个会议最多的应该是中国啊，因为传统来说，这个蒙古在1910年代之后就是俄国势力范围嘛。那么他现在能依靠的就是这2个，所以看起来他是想在这3家之间再玩一次这个平衡的游戏。所以蒙古现在是很尴尬，他这几年俄乌爆发这几年，再加上18爆发这几年，其实是蒙古现在最尴尬的时候，因为等于第三邻国政策是完全消失。是。那当然讲到蒙古跟台湾还是有些渊源的各位，我们来补充一点冷知识这个部分大概很少人知道了是。那蒙藏委员会呢，当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年这个蒙藏委员会是2级行政机关了，这个今天呢，它已经被解编了。那它原本的主体部分呢，就被降级成为蒙藏文化中心，并入文化部之下这个是台湾的一种性，就是在台湾就是说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跟这个政治现实是比较脱节的那么当然从这个宪法层次里面，自从这个1953年中华民国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他就认为我原来在这个1940年代中期去承认外蒙古有公投的权利，这个事情当然就作废了，所以中华民国地图又把这个外蒙古划回来了这是一些大陆的这个听众观众他们误解的，他以为说这个在中华民国这里没有，那么外蒙古呢是被这个中国共产党割让的这是一个错觉。那可是呢，我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这个蒙藏委员会它是从清朝的理藩院传承下来的从清朝理藩院变成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蒙藏院然后再变成这个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它这个蒙藏委员会一直是管理蒙藏税，所以这个蒙一直是包含内蒙古跟外蒙古藏包含这个西藏以及藏语区
啊，就是这些事务都是由蒙藏委员会来管辖的，所以蒙藏委员会它当时不仅是一个像这个目前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它有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它不是完全，它其实它还有行政功能，包含有地理范围的行政功能。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它是没有正式建立行政区划的，没有行省的，所以这个蒙藏委员会它也要管理它这个具体事务。一直到了1990年代，蒙藏委员会它还要象征性的是由蒙藏人士担任啊，这里面都包括1949年以后到台湾的这些蒙藏人士，并且它还有一些功能，它要接待这个蒙藏人士啊，海外流亡的蒙藏人士。结果当然的达赖喇嘛接待这些海外流亡的人，他们的主张跟蒙藏委员会法律上的主张是冲突的，因为这个达赖喇嘛本身他这些是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蒙藏委员会是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西藏对内外蒙古的主权的，这个是他们是根本他们看到那个中华民国地图是非常愤怒哈，所以我可以这么讲，蒙藏委员会如果今天还在的话，它实际是一个象征统一的机构，是，因为它的统一不是两岸统一而已，它是象征大中华民国秋海棠统一。是的。蒙藏委员会为什么变成民进党眼中钉，就大家了解。是，肯定要把它废掉。所以在这个扁政府时代，他曾经这个阉割它。他要承认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承认蒙古国，以便用这个彰显说，暗示已经不拥有大陆主权了啊。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内蒙古学校之前有传出所谓禁蒙语哦，那这个其实就关系到所谓中蒙关系里面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怎么去处理，或是怎么样去治理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也就是内蒙古问题的处置。那就是说提到说，中国近年来在蒙古自治区加强汉语教学那进一步会取消这个蒙语教学而且很多蒙古族就觉得说，你这个是在紧缩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当然，关心这个事情最多的是美国之音好，我们要先声明一下我想首先这个是由美国之音披露，这个是跟有点滑稽，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教学语言就是英文。就是英语，没别的语言。那么在这个中国，在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它其实是少数民族有接受自己母语教育的权利并且它还有母语教育，还有母语还有其他权益，包括这个法律诉讼打官司的时候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的。这些民族自治地方里面一直它都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还有双语教学，也有纯汉语教学。我想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来的这种计划经济之后，其实在所有的少数民族区域都出现了一种变化。那么这个去找工，他就有一个需求，他希望学习汉语。对，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在都市里面，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年轻的夫妇，他们原来是受双语教育或者甚至是纯汉语教育长大的。他们已经在从事很不错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忽然有很强烈的这个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使命感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他们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接受我原本的母语教育，或者是我这个被标定的那个贴了标签的那个族裔的这个教育。在这个农村牧区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他们希望接受汉语教育，因为我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前途。在都市里面，尤其是都市中产阶级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来接受母语教育。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蒙语的事情其实它是原来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有双语教学，其中包括蒙古语。那么后来把它推迟到2年级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说这个2年级以上禁用蒙语这个禁令，其实没有。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发现就是书店里面的一些书，比如说像《蒙古族通史》是不太找得到了。但是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是用蒙古语写的？我想不见得因为这个《蒙古族通史》是被视为里面他把这个蒙古族的传统跟蒙古族的历史跟这个所谓
中国的历史对立起来，这种是让这个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焦虑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是跟它的内容有关。那么至于在现实当中，我们会把这个解释成为比如说美国之音把它解释成为紧缩少数民族自治权，但是我们更多的，我想我看到的是一个市场化以后，也就是其实是由美国带动的全球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真正强势的文化不是汉语。那是英语文化、英文文化让大家全部英文化了全部都英文化了。我看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地方让他们看得越来越像汉人，不对，连汉人一起都像美国人了，应该是这个全世界的人看起来都越来越像美国人，这个才是比较接近现实。就是说这中间的一个，就是说谁来定义现代化，谁来定义进步这件事情，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欧美在定义谁是现代化这件事情。至于我想这个就我看来，去保存这个文化的多样性，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直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对文化的这种多元容忍，是比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北美那个宽容大得多，也比亚洲的日本、韩国大得多。因为日本、韩国这个都是非常单一，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实这个单一的过程当中，包含对其他这个异质文化的一种灭绝，像日本把这个阿伊努跟琉球的文化都灭绝掉了，所以由他们来自己去看待中国的事情，他们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走他们那条路，可是未必要。等于是预设立场，是，因为他们走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路，结果所以就认定中国必然会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是就是元清也没打算去灭绝汉文化，反过来汉人也没打算去灭绝这个蒙古文化跟满洲文化。其实看唐代就知道了，唐代里面好多的将领，这个你一翻他的背后。这个都是各个民族的嘛，有这个朝五九姓的，就粟特人啊，那有来自朝鲜族的，有来自那个突厥族的，后期还有沙陀人啊，党项族的，就很复杂嘛。那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烈而这个说一定要完全达成文化均质化的。反而是以用为主，你用得到，你当官那当然要学汉语你总得学汉语。那你自己不当官，那你爱去哪里随便你。是。所以地方的方言永远都这么盛行，也没有去强制推行过统一方言这样的运动。是。那反而是灭绝方言这事情是台湾法做的比较彻底一点。是。公台义爱花钱。是。把蒙古史给瞧了一瞧，那正好可以去解释近来蒙古它为什么开始加强跟中国的一个连结性。可是从这个近代的历史，因为蒙古受到苏联很强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历史再造然后再加上呢过去历史上的这一些成吉思汗以来到元朝这些历史的过程当中，整个近代民主国家运动的时候把它重塑的时候，让现代的蒙古社会老百姓对于这个反华的意识还是有意识的被加强了，或者说蒙古政治精英的一个基础焦虑，就是跟中国太接近是不行的。那另外呢，受到这个，因为这几年其实蒙古有很多所谓的转型正义也是重新的在更正史达林时代杀害了这么多的喇嘛嘛。那喇嘛其实是一直以来对抗苏联统治暴力很强的象征。这几个之下，蒙古就要强化他自己的一个独特性，还有他的历史恢复性的时候，他就出现这种拉扯的状态。所以看他不断在中俄之间摆荡，甚至想要远远的从地理位置跳起来，跳到了太平洋的对岸去找美国。可是真没想到的是，在国际地缘的冲突之下三大火药库现在爆2个，然后反而断了蒙古的第三邻国的这条道路。那在这情况下，他就只好更务实的来处理他现在的关系。那从这样我刚才这样的这个总结里面，我来看蒙古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它该采取怎样的地缘态度，然后它会往哪边去呢？我想这个蒙古其实它的整个这个20世纪的现代史，其实是一部这个接受民族主义、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的一个历史，可是这个民族主义在实质的这个民族利益面前，其实它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你的地缘处境考虑进去的时候，那么长期强化的这个蒙古民族主义，其实对于蒙古利益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因素。这种情况下，我想除了蒙古以外，我想对全世界都一样，把这个民族利益它跟这个全人类的利益做一个平衡看到更长远的，就是民族利益跟整个全体人类的利益的一个
这个重叠性、共同性，那么我想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关于蒙古的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其实蒙古跟中国的亲善，其实对中国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蒙古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啊。那能够充分的开发蒙古，那给予蒙古相对对等的利益，其实对中国来讲也不是坏事。甚至呢，蒙古如果更亲近中国，反而对俄国来讲还比较头痛。好，那我们今天货来座谈我们就聊到这里啊。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邮局，好，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好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今天专家讲就聊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谢谢吴乾老师，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